各位好，欢迎来到钱雷达。最近的市场啊，真是让人有点看不懂，到处都是迷雾。但你知道吗？机会往往就藏在这些迷雾里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，看看华尔街那些顶级的分析师们，他们到底在悄悄看好哪3只股票。你看现在的市场是不是感觉特别分裂？一方面 AI 概念股涨得那叫一个疯狂，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，这到底是不是个大泡沫啊？可另一边呢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又像个谜一样，接下来到底怎么走，谁也说不准。这可真是让所有投资者都提心吊胆的。好，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，在这么一个动荡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，咱们到底该去哪儿找真正的机会呢？别急，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核心问题。OK， 咱们今天的路线图是这样的，首先聊聊现在这个大环境，然后咱们挨个把微软、宾客还有 DoorDash 这3家公司掰开揉碎了看，最后呢再把它们放一块比一比，做个总结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第一部分，咱们得先搞清楚现在市场里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，那就是股票的估值，尤其是科技股已经很高了，但同时呢，经济前景和利率政策又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，我们才能找到切入点。你看这个数字，标普500指数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超过24倍了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这个估值水平啊，已经明显比它过去很多年的平均值要高出一大截了。所以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，这市场是不是有点过热，甚至可能存在泡沫。同时呢，还有美联储这个大变量，虽然他们已经开始降息了，但接下来会降多快、降多少，谁心里都没底。这一点啊，对那些成长型的股票来说，影响是特别大的。你想啊，他们的估值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上的。如果降息的步子太慢，那他们的估值压力可就大了去了。好，了解完大环境，咱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位主角 ，AI 界的巨无霸微软。为什么先说它呢？因为很多分析师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核心防御性成长股。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绕，咱们来拆解一下，看看它到底牛在哪儿。哇，先看这个数字 40%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微软 Azure 云服务的营收增长率，这个数字太惊人了。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微软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战略，已经不是停留在 PPT 上了，而是正在快速的、实实在在的变成白花花的银子。正是因为云业务这么给力，直接把微软整个公司的总营收增长都拉高到了 18%， 这个成绩单啊，可以说是大大超出了分析师们的预期，也给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微软现在面临的一个核心两难。左边是它的增长催化剂，也就是所谓的 AI 飞轮效应。简单说，就是它的 Azure 云服务和 Copilot 这些 AI 工具结合的越来越深，用的人越多，产品就越好用，就越能留住客户，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向循环。但你看右边，风险也同样巨大。为了建这些 AI 基础设施，它的资本支出，也就是花出去的钱，同比暴涨了 74%，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自然会让人担心它的利润率会不会被拖累。虽然花钱切实多，但你看看华尔街的专业人士是怎么想的。36个顶级分析师里面，竟然有35个都给出了买入评级，这几乎就是一边倒的支持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他们看来，微软现在的大手笔投入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回报，他们对微软的 AI 战略有极强的信心。好了，说完了高歌猛进的微软，咱们换个口味，来看看一个价值之选宾客控股，也就是 Booking。 它的故事关键词是稳和精打细算。咱们直接看业绩数据，你看，不管是总的预订量还是营业收入，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。这说明2件事：第一，大家出门旅游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；第二，宾客在行业里的话语权很强，有定价能力。那么宾客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？就是它的估值。你看，
它的市盈率大概只有17.6倍，这个水平基本上是它过去2年估值区间的底部了。说白了，就是跟它自己过去比，现在买入的价格算是相当划算了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宾客不是靠天吃饭，他还在拼命地修炼内功。你看他又把成本节约的目标给提高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就算外面的旅游市场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也能通过内部的精细化运营来保证自己的利润。这是一种很强的防御能力。好，第3位选手登场了。这一位可以说是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增长赌注 DoorDash。 注意，他正在进行一次非常关键的战略转型。看好他的投资逻辑已经不是因为他是个送外卖的了，你得看到他的进化，从最初的餐饮配送到后来跟各种零售商合作，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本地商业平台，这个想象空间就大多了。那如果这个转型真的成功了，回报会有多大呢？咱们看图说话，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意味着它还有超过 58% 的上涨空间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高风险背后那个诱人的高回报。当然了，有多大的机遇就有多大的风险。左边是它宏大的多元化战略，这是它的增长潜力，但右边风险也摆在明面上。你看它那个市盈率快到100倍了，而且净利润还是负的，这基本上就是把未来好几年的增长预期都算进现在的股价里了。所以它能不能把这些新业务变成真金白银，就成了决定它生死的关键。好了，3家公司都看完了，微软、宾客、DoorDash， 他们正好代表了3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风格。现在咱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做个总结，看看他们在你的投资组合里分别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这一张总结表就非常直观了，你看他们的风险类序完全不一样。微软的风险主要是花钱太多，这是个内部的财务上的风险，相对可控。宾客的风险呢，主要来自外部，比如地缘政治会不会影响大家出去玩？而 DoorDash 的风险就非常纯粹了，就是他自己到底行不行，能不能把故事讲圆，这是执行层面的风险。所以你应该怎么看这3只股票呢？其实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你投资组合里的不同角色。微软就是那个稳重的核心持仓，适合你长期拿着去抓住 AI 这个大趋势。宾客呢，更像一个价值性选手，在市场不好的时候能给你提供一个安全垫。至于 DoorDash， 它就是那个高弹性的卫星仓位，一场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博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对这3只华尔街顶级分析师看好的股票的分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当前这个市场里，稳健的微软、花散的宾客，还有高增长的 DoorDash， 你更看好哪一种投资逻辑呢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跟我们一起聊聊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再点个关注。钱磊达会带给你更多深度的分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